大家好，我是戴主义。大概3个月前，我购买了人生中的第2台纯电动车，就是 MG4， 这个是 Extended Luxury， 也就是 Long Range 版本，它有520公里 WLTP 的续航力，然后它是一个 Rear Motor 后轮驱动的纯电动车。然后自从上一支拿车的影片发布以来，这几个月都一直很多观众私讯留言问我说，你觉得这台车子怎样？其实一开始 MG Malaysia 联系我的时候，他们是希望我能够做一个 long term review 长期试驾，他们不要像我平时介绍车子这样子，介绍完然后就没有再有一个后续这样子。跟其他汽车品牌不一样的就是大部分的电动车品牌他们都会不允许你讲它的缺点，可是 MG 不是这样子， MG 一开始就告诉我你想讲什么你就讲，真金不怕火炼。因为这个 MG4 啊，它不是像一些产品，它只是投放在一些怎么讲次要市场，它是在英国市场Top 3、Top 5，然后它在泰国市场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这个 MG4 跟其他的中国市场电动车有着一个很根本上的不同。目前这期我没有打算要跟大家讲一些设备上的东西规格价钱上，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103,999块到158,999块，所以我觉得这个价钱涵盖了非常多种收入阶层不管你是想要买跑很快的，还是你只是有一个100千的预算， MG4 都能够提供到你一个不错的这个option。从影片开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Let's go！ 欢迎今天的赞助商 Surfshark。透过 surfshark.com/mycarplus 可以获得4个月的使用期。使用 VPN 可以提升网络隐私和安全，跨多台装置保护资料免于外泄和骇客攻击。那使用 VPN 还可以避开网上的价格歧视，比如浏览某个网站越频密，越容易在那边花费，就可能不再收到折扣。连接至 VPN 让你重新拿回折扣。那不同 IP 地址的机票价格也会不同，从订机票、订酒店到租车网站 ，Surfshark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那 Surfshark VPN 可以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够在串流平台上跨国观看不同地区的内容，突破围墙，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那 Surfshark 拥有超过3000多个伺服器，遍布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透过 surfshark.com/mycarplus 可以获得4个月的使用期。在我进入试驾分享之前呢，我要提醒大家 MG4 它不是一台 SUV， 它不是一个休旅车，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很多人都会把它拿来跟 SUV 比，都会用 SUV 的方式来看待它。虽然很明显它是一个 hatchback 掀背车，但它是一个 C segment hatchback， 所以它不是 SUV 就代表它会比 SUV 更加的轻，重心会相对更加的低，这个是 MG4 跟其他你知道吗同价位产品最大的一个不同。到今天我还是觉得 MG4 这个车尾非常的美，即便我们在网上看过有一些可能替代款也不够这个美，而且你买到103,000的 MG4 也是有这样子的 look。那我这台 MG4 原厂标配来的轮胎是235/45R18，这个是 Bridgestone Turanza T005 EV， 它是一款专门为电动车设计的电动车轮胎，它里面有这个吸音棉，能够让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降低轮胎滚动所产生的噪音，而且因为电动车相对比较重，所以它的承载能力，它面对湿地的刹车、起步过弯表现都有很大的要求。最重要是 Enlighten 轻量化技术，能采用独特的橡胶配方去降低 Rolling Resistance 滚动阻力，从而去提升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因为我另外一台电动车也用这个尺寸的轮胎235/45R18，一模一样的尺寸，所以这个 Bridgestone Turanza T005 EV 是一个非常适合电动车使用的静音轮胎。Right， 所以我们先来分享这一台MG4 可能没有这么完美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一坐上车的时候，它这个椅子我好像觉得我的屁股、我的臀部已经碰到那个座椅的那个骨干了，所以变成我要放一个坐垫垫高它，然后垫高之后你就觉得整个坐姿就有一点奇怪，所以这个椅子再来它这个也没有 lumbar support 嘛，它是前后跟倾斜程度，而且它也没有 memory seat， 变成我每次我老婆一上车的时候，才要调到适合她的 position， 到我的时候我又要重新调过这样子。虽然它有 Apple CarPlay， 但是它没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 所以你要用 cable 的 Apple CarPlay 没有问题 ，but 它是 USB Type A，
再另读 Apple CarPlay， 它有 Type C， 可是它那个 Type C 是 Power Socket 来的，就只是给你 charge 电，所以其实 Type A 也没有问题啦，只是充电速度会稍微比 Type C 慢。当然还有一个，我一开始拿车的时候我就讲了，我不喜欢这个电子仪表板，因为它的 design 太过复杂。That's it， 就是这样子而已。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车子你要真的拿来嫌它很难嫌啦，因为你看这个车子，我这台没有错我是77 kWh 的 Extended Luxury 的版本 ，Long Range 版本啦，所以这个价钱大概是在140到150千左右。加速，它是一个后马达的电动车 ，which 是245个 PS 跟350 Nm。Rear motor rear wheel drive 0到100 6.1秒，你问我6.1秒够用吗？我在 normal mode 而已。Anytime 它就来，因为我自己有一台4.4秒的电动车，我驾了1年，我都是用着它的那个所谓的省电模式啊，那个 chill mode，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什么4.1秒啦，6点多秒啊，你用不到的，你真的用不到的。所以我每次都跟大家讲。我在意的点跟你在意的点可能不一样。我在意的是这个 MG4， 它是一个纯电平台，它有50-50的前后比重分配，它后面是 5-link 的 rear suspension， 所以50-50前后比重分配 5-link 的 multi-link 多连杆后悬挂系统，通常以前都是 BMW 的专利，你只有在 BMW 你才可以体验到这种转向。看我加速，再加，我再加，不可能的，你 front motor 怎样厉害都好哈，你都不够后轮驱动 rear wheel drive 来讲。所以对我来讲，如果电动车我们不要考虑长续航、短续航啊，因为每一个电动车品牌的市场的这个策略不一样。有些 brand 它就是跟你讲，如果你要长续航，你一定要买到 all-wheel drive。那像 MG 的情况就是，这个后马达的版本它是属于长续航啦，520公里的 WLTP， 所以如果你不 care 续航力，你要0到100 3.8秒的 MG4X Power， 续航力会从520下到380，电池是从77 kWh 缩小到60多 kWh。那很多观众就讲为什么你不要买 MG4X Power？ 因为我不需要，真的，我觉得 MG4Extended Luxury 已经够我用，已经非常足够，非常好用的车子。东西不是越大越好，越快越好的，懂吗？适合你自己，适合你的驾驶习惯，适合你的驾驶风格才是重点。因为在我买 MG4 的时候，我还没有 landed house， 我的 solar panel， 我的家里的 wallbox 还没有好，所以我觉得380 km 的 WLTP 对我来讲，它可能会是一个range anxiety 啦。所以我现在我觉得520 I'm comfort， 扣 20% 我还是很 comfort，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选择它的原因，因为我知道，我很清楚我需要什么，我很清楚什么样的续航里程适合我，毕竟我的工作就是试车，所以 MG4 对我来讲，我们就讲它的驾驶啊 driving dynamic 没有的讲10分我可以给它7.9分，而且它虽然这个 infotainment system 不是这么完美，可是MG 留了一条后路，就是在方向盘上面它有2粒星星，这是快捷键来的，所以你可以选择用这个快捷键来调整 icon， 你可以选择用这个快捷键来调整 region， 你可以选择用这个快捷键来切换 driving mode、stop mode。那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后轮驱动 rear wheel drive 后马达？是因为当你的车子是用后轴来驱动的时候，你的前轴就只需要做一个工作，就是 steer 转，你可以用更快的速度转回来。哇，那一种 smoothness front wheel drive 怎样都不够比的，因为 front wheel drive 你的前轴同时要驱动车子，它同时要 steer， 然后当你的 power 一来的时候 instant torque 一去你的前轴，你又要 steer， 你又要加速，你又要 steer， 你就会两波 Q 这样，你懂吗？那 rear wheel drive 就是非常的淡定，你驾驶起来你就知道不同，真的是不同。所以坦白讲啦，当然我知道有各种原因，有客观因素，有主观因素，可是我觉得 MG4 在马来西亚是一个严重被低估，是一个严重被 underrated 了的一个产品。
而且我们来看这个 Euro NCAP 的话 ，MG4 是5 star， 而且你看它的各项指标、各项成绩都是很高分的。那中国市场对于 MG4 的看法跟欧洲市场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讲 one size doesn't fit all。所以为什么 MG 一直强调有些车子是全球车global car？ 因为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要的东西不一定是欧洲人要的东西。那同样，欧洲人要的东西、澳洲人要的东西也不一定是中国人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 MG4 我开了几个月到现在，我最满意的就是它的 power delivery 动力传输，它的 handling 操控。但是你要去取舍啦，你得到这些东西，可能你就没有这么大块的荧幕咯，你就不可以在里面看 YouTube 你不能够在车里面看 Netflix 这些东西，这个是没有办法的。You win some, you lose some， 你不可能 always win 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我真的是觉得 MG4 它应该适合那一些，可能你预算不多，你可能只有100千，你可能只有110千，你可能只有120千 ，MG4 可以在这个价位里面给到你别的竞争对手给不到你的驾驶体验，那种悬挂的软硬。你问我的话啦，我这几个月下来，我很想换掉这个 suspension， 不是说它不好，它已经很好，我希望它可以更加的硬，我希望它可以更加的 firm。那我一直都很喜欢拿它来当成是一个电动版的 Volkswagen Golf， 因为就尺寸、市场定位方面，它就是一个 Volkswagen Golf 的竞争对手。可是 Volkswagen Golf 的电动版可能市场接受度不是这么高，或者可能它的3电技术等等控制成本，从成本控制不到 MG4 这么好，所以就变成在欧洲市场让 MG4 去攻城略地。我觉得 MG4 是一台你真的要去showroom里面试驾，因为在我购买这台车子之前，我其实是驾完了它所有的 version， 那个 standard 的，还有那个电池比较小，400多公里的续航力跟它差不多一样，然后再加了这个。当然你问我最 perfect 的是那个 MG4， 因为它比这个轻了，我看100多公斤更加好驾，但是那额外的100公里我目前需要啦，可能我搬了 Lander， 我有 Solar Panel， 我有 Wallbox， 我就不需要。所以简单来讲，你问我推荐你买这辆 MG4 吗？我绝对推荐你买这台车子，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荧幕不够人家大 ，right？ 你也没有什么名牌的音响系统。椅子可能乘坐起来还要调一下，还要放一点坐垫这样子。除此之外，这个车子真的在 highway 行驶因为它没有双层玻璃，所以这个高速行驶的噪音是上半部是偏大，那下半部因为它用的是 Bridgestone Turanza T005 EV 的一个 Enlighten 轻量化 Low Rolling Resistance， 里面有吸音棉的静音轮胎。整体来讲，它毕竟是一个我觉得是很便宜的电动车。你要考虑到它是一个 C segment hatchback， 它不是 B segment 它是 C segment hatchback， 卖你 B segment 的价钱。MG 就是有这个价格优势，所以同样的这个 Nebula Platform， 它也用在了 MG Cyberster。Of course Cyberster 是一个4轮驱动的车子，是一个这样子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个底盘，它是能够去到很 high end 的 performance EV 做得到的 ，right？ 所以关于 MG4 有什么东西，未来来日方长，我还可以继续跟大家再分享。也希望大家透过我的影片，可以提供给大家多一个市场上多一个选择。MG4 我还是一样，我觉得它是最好看的车尾啦。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Enjoy the one cut.